上课、打扫、值守，这雍雪城的生活还真是无聊。成为普通人的过程可真漫长。怪了，竟然觉得雍雪城这些无聊人、无聊事儿也有几分趣味。是他们变有趣了，还是我也变无聊了？原来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逃脱桑奇的掌控。是不是我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？无论过去，还是现在。罢了，死便死吧。谢雪晨想守的东西，我就替他守上一回。将这些东西放回原处，所有物品全部保留。城主的意思是，他还会回来？会。是。听说圣女以灵族之体，竟开启了神窍。他今日所修炼的，便是灵力吗？就是不知这灵力与咱们魔宫相比，孰强孰弱呀？既然你们对灵力这么好奇，那就让你们亲身感受感受。其实修炼灵力与魔功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既要不断积蓄力量，又要懂得如何掌控。关键就在于不断练习。圣女，饶命啊！只要灵力的控制足够细微，就不至于马上杀死暗族。就像火焰，也不会一瞬间就燃尽蜡烛。圣女，好久不见，最近赤影和战影也都躲着我，该不会你们还在介意人界之事吧？还是说想着我失了魔功，再懒得理会？同僚之情可真淡薄呀。怎么会？尊上一如既往信重圣女。近来我等听闻圣女忙于修炼灵力，不敢前来打扰罢了。就凭你们，也配窥探本圣女的事？你刚才说不敢前来打扰，那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让你现在敢来打扰了呢？尊上想要见你。现在？师傅，您终于肯放我去人界了。听说你最近抓了不少暗族，只是遵照师傅的意思，再好好修炼玉阙功。看来修炼的不错，那就去吧。知道从哪儿找起吗？镜花宫，少公主高秋民可是我自明月山庄就认识的好朋友，相信她一定能帮我找到混沌珠。好。师傅，你相信我吗？为何有此一问？没什么，只是担心上一次我没有从谢雪晨那里带回混沌珠，师傅会不会因此怀疑我的忠诚？
无需担心。去。穆玄灵一个灵族，偏偏要把自己表现得像个暗族，这次回来倒是不一样了。不，也许只是演得更像了。啊！尊上他老人家不也是灵族吗？照我看，尊上他比暗族还要暗族。他能为了一个人族背叛一次，当然就会有第二次。我绝不信他会真的忠于尊上。尊上，圣女究竟是……你不需要知道。那您呢？本尊已得到玉阙后铸成的神窍，只需要再修炼些时日，就能自如地驾驭灵力和魔功。用敌人的武器去战胜敌人，是不是很有趣？是。上一次我来人界，可没有受这么热烈的欢迎。穆玄灵，公主命我等日夜巡视两界山，严防暗域灵族再次入侵人界。没想到，来的竟是暗域圣女素凝真啊！看来她很是惦念我与师尊嘛。想不到刚到人界就被你们发现了。也罢，未免走漏风声，就将你们都杀了吧。你为何会使用灵力呀？是不是很有趣啊？也不知道你的神魂烧的会不会比暗族快一些。南庄主，我就知道是你。穆姑娘，又见面了。穆姑娘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逃？你被桑琪带走，我还以为他会伤害你。南庄主是不是弄错什么了？我被困雍雪城，是师傅来带我回家的，他待我极好，又怎会伤害我呀？回家？南庄主，你我虽相识一场，但若你要帮助那些仙盟修士，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穆姑娘，不如你先告诉我，回到暗域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？说起来，这南旭月似乎对我有些情意。南庄主，我让师父失望了，总要想办法弥补啊。南庄主，你既关心我，那帮帮我好不好？这是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比如，解了这林中所有的阵法，让我将那些修士都杀了。然后呢？继续夺混沌珠。南庄主总是这么聪明，在我心里一直知道你与谢雪晨不一样。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你会帮谢雪晨，无非是想看看这无趣的世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罢了。其实，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能看透你，你也能看透我。南庄主，站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
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喜欢你的戏码演得够久了，我早就腻了。真是仇人路窄，只怕谢雪晨不会再对我手下留情。陆雪玲。 陆雪玲，既然逃出来了，为什么要跑？你想杀我？真可惜啊。 失败了。公子为何不追？有谢雪晨在，他跑不了。可他似乎有点古怪。他眼下那颗痣，名为众生泪，是眼下雾心水的标志。雾心水。 阴秀古籍中有记载，是一种令人忘情的药。忘情？他为何要服下此药？可要告诉谢雪晨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，他现在都已爱恨两忘。若你是我，你会告诉谢雪晨吗？可他不爱谢雪晨，也不爱你。 我知道。公子算到过是吗？他和谢雪晨的结局。结局是什么？有缘无分。方才他眼中的冰冷和杀意都是真的，是因为我当日抛下了他，伤他太深了吗？真是出师不利，怎么偏偏遇上仙盟最硬的茬？这个谢雪晨，狡猾得很，硬碰不行，还是得智取。 谢雪晨，说句话嘛，别看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刚才为什么要对你动手？你知道的，桑琪在我身上中了灵犀，不是我想杀你，是他控制了我。谢雪晨，当日我说的那些话。 都并非我的本意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历尽艰辛，
从暗域逃出来，就是为了回到你身边，永远和你在一起啊。你究竟怎么了？多日不见，你就不想我吗？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反正你在外面设了结界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不如……我还有事，你好好休息。果然，要用这种方法才能逼走他。师傅，时运不济，我遇上谢雪晨这个煞星了。怎么，刚到人界就失手被擒，想让为师去救你？救倒也不必，只是我有了另一个计划。谢雪晨是不会放弃寻找混沌珠的，有他在，我就不用去镜花宫找高秋明了。所以，我想跟在他身边，就算不能一举找到混沌珠，能多查到一些线索也不错。你确定他会带着你？所以啊，也想请师傅帮个忙。若是谢雪晨亲眼看到我灵犀发作，又怎会放心将我单独留下呢？好吧，今夜为师就再帮你演一出戏。在我心里，一直知道你与谢雪晨不一样。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其实，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能看透你，你也能看透我。南庄主，站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你也觉得他很奇怪，是吗？话语、行为、神态、气息，以及他眼下的那颗灰痣，处处都透着异常。但他神智又十分清醒，没有像当日在雍雪城被人控制的迹象。你想问什么，便直接问吧。你与他在林中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是为混沌珠而来，他想让我帮他，而他会给我想要的。你想要的？他的喜欢。南虚月，你是懂怎么欺人的。既然你都问了，我只是复述罢了。他早已背叛暗域，投奔于我。他本来不喜欢人族，但为了我想护之人，他竟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。那人是我弃他而去，任由他落入丧妻的手中，错戒在我。我弃他一次，便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仙盟不容他，我护着他。
我们谢城主终于又活得像个人了，就像我初见你时，有欲望，有执着，不服枷锁，凡事都要拼个输赢。他不是输赢，对于他，我不会再放手。即便是你对他有情，我也不会相让。我知道，从你决定来两界山，我便都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有事要同你讲。我有急事，要回一趟运秀山庄，明日一早启程。何事？秘密。无妨。那便不说。只是有些事，我自己还未想清楚。待有一日这个秘密我想同他人言时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。那混沌珠呢？有什么线索吗？我已警告秋明帮忙调查。她虽然是净化宫的少公主，但也曾是明月山庄的少庄主。我相信，她亦不想真相蒙尘。师父，小心烫。你近来一直吞吞吐吐，有话便说。师父，桑琪和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春生剑为何会认他为主？他怎配与你母亲相提并论？他当年曾痴恋姐姐，以春生剑相赠，但姐姐又怎会真的爱上一个灵族？只不过是姐姐心善罢了。赶走他后，心生愧疚，便没有将剑弃了。当真只是这样吗？秋民，师父，你天生九窍，资质虽不及谢雪晨，却也算年轻一辈中的翘楚。但你太过放纵懈怠，时至今日仍在金丹境徘徊。今日叫你来，便是要传功于你。师父，你身体未痊愈，若是再传功于我，根基一定会……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我日后一定会勤加练习的。桑琪与我净花宫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既然不甘心再归宿于暗域一隅，定会寻机报复。更何况混沌珠失窃，注视着我净花宫的可不止他一人。这个世道如今已经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你明白吗？秋明明白。师父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师父，你的头发……出去吧。师父，出去。
盖西长老，您等很久了吗？我来找公主商量些事情，看来是来得晚了些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混沌珠师姐注视着我镜花宫的，可不止她一人。这个世道如今已经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你明白吗？苏公主是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人，你也想知道真相，不是吗？师父说的威胁，究竟指的是桑琪，还是谢雪晨？你何必急着传功给秋明？如今混沌珠失窃，镜花宫必然会引来许多人的目光。万仙阵已经困不住暗族了，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脏东西，迟早会到镜花宫来。我可以死，但秋明不行。明月山庄已经覆灭，宁熙也死了，桑琪未必会到镜花宫来。他恨不得将整个镜花宫付之一炬，将害他断臂之人挫骨扬灰，他怎会不来？若非你姐姐爱上了这个灵族，我姐姐没有错，错的是引诱她的桑琪，还有逼她嫁给高凤许的妙华。妙华她也是为了镜花宫。若非如此，高凤许怎会同意将混沌珠与我镜花宫百年？是啊，高凤许想让混沌珠恢复力量，镜花宫也觊觎着世间之宝。牺牲一个人又有什么大不了？妙华从未将她视作自己的弟子，对她的疼爱不过是因为她是元婴玄女之体罢了。元婴玄女之体，内蕴无限生机，寻常人知道可活死人肉白骨，谁能想到她还可以成为喂养死物的器皿？你还不能忘掉这一切吗？你已经狠狠地报复过妙华了，远远不够。都过去了，现在你才是镜花宫的公主。秋明已经知道桑琪和他母亲有关，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他会问不该问的问题。一旦有人开始好奇，过去的秘密总会被人翻出来的。你敢让他知道吗？万一有人知道真的混沌珠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没有一个会开口。我不会告诉秋明，哪怕是到我死的那一刻。那个地方还在，明月山庄还留有当年的痕迹。我知道，你不想再去碰你姐姐待过的地方，可如今这情势，我们必须早做打算。